美国高超音速武器发展面临新挑战，遭遇了中国还有美国国防部的共同阻击。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这一两年下来啊，咱们大家都了解到一件事儿，美国呢是最早开始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也是发展速度最接近印度的国家。我的意思是说，印度过几年呢也可能会有成就。美国前一段时间呢倒是有一个重大的进展，连续3次发射失败的 AGM-183A 终于有了一次成功，不过准确说是助推火箭成功发射了，而不是整个导弹实验成功了。现在的格局就是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装备了，而且新东西不断的出来。俄罗斯的呢是参加了实战，所以美国国会、五角大楼都有点焦虑。虽然说现在美国有大量的巡航导弹，尤其是有隐身巡航导弹，可以给对手很大压力，但是远距离大纵深突防还是高超音速的更好使。不仅自己希望有，还要争取能够防得住才行。但是美国就在这个领域发展不顺，很大原因是基础建设没做好。美国国防部2月份的会议上，高管们就抱怨说，美国现在缺少可以用于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的基础设备，尤其是风洞不够用。美国这么一个航空强国，偏偏就是遇到了高超音速风洞太古老、性能不够的情况。没有合适的风洞，对高超音速武器来讲就是个绕不过去的硬伤。按说建设新风洞应该是当务之急。最近呢，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说了，可以帮美军搞一个全新的高超音速风洞，不过被美国国防部一盆凉水浇回去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呀，还是美刀的事儿，搞这么大项目不能他自己掏钱呢，得去华尔街找大家融资。但是美国国防部得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个交代，一个承诺，说清楚这笔投资未来能够挣回多少利润，不能光让几大家族经风雨，不让人家见彩虹吧。但是五角大楼就是没有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个利润承诺。既然政府不打算出资，所以这个风洞可能就是搞不成。前面的路不好走，后边可能还要被中国再踹一脚。最近呢，很多媒体的报道，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拦截防御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原来都说高超音速武器无法拦截，是因为这些东西机动能力强，弹道变化范围太大，根本无法预测。美国现在的防御思维呢，就是搞一批新的预警卫星和雷达，跟踪中国还有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弹道。但是跟踪归跟踪，拦截能力呢还不好说。但是中国科学家们最近公开了一个我们的防御对策，当然呢也需要各种手段先探测一下高超音速武器发射之后的初始弹道。但是获得弹道信息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对相关信息进行深入分析，预测导弹飞行后期阶段最可能的轨迹。中国的科研人员解释说，无论导弹多先进多快，都得遵循物理学客观规律吧。所以导弹用机动动作规避拦截体系的每一个小动作，都能体现出导弹的设计能力还有任务特征。比如导弹的质量是多大，体积多大，形状是什么样的，空气动力学控制方式是什么水平。然后利用中国研制的人工智能算法，就可以预测高超音速导弹的轨迹，而且不需要超级计算机，有个笔记本电脑的计算能力，有15秒钟就够了。根据模拟实验表明，这套算法不仅可以拦截5马赫的高超音速武器，还能够有效对抗高达12马赫高速飞行的各种武器。这也不奇怪，毕竟最了解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最明白这些武器的飞行和控制特征。现在呢，美国高超音速武器发展是缺乏动力的，等搞成功了，中国也可能有了初始的拦截能力。航空发展道路上被两头堵的滋味，如今也轮到美国来体会了。好，关于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发展方面的小痛苦，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